锦觅，锦觅，我在这里。御魂鼎，肉肉，你是在鼎里吗？锦觅，我在鼎里，你快把我放出去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我好难受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我好难受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救我！锦觅，快救救我！肉肉，锦觅。你能帮我把这火印解开吗？我被这火印烤得难受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要被烧着了！我来救你，锦觅，快帮帮我！我来救你，锦觅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凤凰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刚才听见肉肉在里面喊我。肉肉？哪个肉肉？就是刚刚在这儿的那个女孩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刚才真的听见她在鼎里面喊我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鬼使神差就把它打开了。我后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是肉肉为什么会在里面啊？这鼎中并无旁人。是穷奇的摄心术，可以蛊惑人心，幻化成人最渴望的东西。你道法不高，修为尚浅，被迷惑住也很正常。幸好之前我给穷奇加了一道火印，封住了他一大半的功力，要不你肯定撑不到我进来。原来是幻影，不是肉肉。哎，我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你怎么了，凤凰？你的手怎么了？大概是被穷奇的纹针所伤吧。纹针，凤凰，凤凰，凤凰，纹针，连肉肉也是这般。我现在怎么才能救你？助灵芝可不可以？我该怎么做，凤凰？没事，别担心，以我的修为，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被那几个纹针噬灭。只要能找到叶什么？找到叶什么？凤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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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的什么叶什么？凤凰，你果然对他情根深重了。想必叔父是画本传奇看多了吧？嘿嘿，没错，你就是对他有意思，否则你为何日日将他拴在身边，令他做这做那？我看这小锦觅呀也不错，长得俊俏又颇为好玩，不如你俩。你嘴硬也没用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离不开他，而且会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情，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。这就是凡人所说的情不知所起，
一往而情深呐。原来叔父说的没错。什么？凤凰？凤凰！他怎么样？这是温针毒发的初兆，但小的也无法根治。好，下去吧。夜神殿下，变成王，变成公主，旭凤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请了岐黄仙官来为她诊治，内伤倒是不大见，只是火神殿下他中了穷奇的温针。温针？温针？天下制毒啊！仙官，情况如何？如今毒在肌里，1日后毒侵血脉，又1日毒入骨髓，再1日毒入心肺，3日后若不解药，二殿下恐将灵力尽失。大殿，自是体大，还请尽快禀报天帝。府里那边我自会禀明，如今当务之急是赶紧救治旭凤。仙官，你可有什么妙方？穷奇久被封印，医书上绝少记载解毒之法。对了，凤凰昏迷之前跟我说，他说夜什么我没听清楚。夜，可是夜幽藤？是的，小仙曾在一本古书上见过，说夜幽藤可解温针之毒。太好了，可是这夜幽藤何处可取？你们说那夜幽藤是长在花界的净泉之中，万年长成一株的夜幽藤吗？不错，正是那花界圣草。只是花界与天界积怨甚深，若要说服花界将这夜幽藤给我们天界二殿下，此事只怕不易呀。哎，你会种灵芝，那是不是也会种夜幽藤啊？夜幽藤一直藏在百花宫的储银阁里，我见都没见过。无论如何，也必须尽力一试。我这就去花界。哎，不可！小仙官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花界的方主一个个都是说一不二的硬脾气。你现在贸然前去的话，他们不可能给你的。那你呢？你是花界的人，你的话他们不会不听吧？我回去肯定要挨罚了，不管了。好吧，我去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他弄出来。我相信锦觅仙子。我和你一道去，也好有个侧影。好吧。岐黄仙官，你带着矿路先回天界。旭凤，她身系6界安危，未免天下动荡，还务必请岐黄仙官万莫将此事告知旁人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是。谨遵殿下之命，小仙定当守口如瓶。变成王，为保2界长治久安，还望变成王也务必将此事压下。请夜神殿下放心，小王心中有数。多谢变成王。事不宜迟，你们先动身，我会带着旭凤在花界外等着你们。凤凰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等着我。小桃桃，大胡，你还知道回来了你啊？真是想死我了！哎，还捡了个漂亮小姑娘回来呀！这位可是魔界的变成公主呢。魔界？来，怎么了？我听说魔界的那些妖魔鬼怪一个个都长嘴獠牙的，而且专吃凡人。和像你这样没成仙的小精灵，想想比兔子都可怕呀！你确定没有被他们抓去吃掉？没有。哎呦，你的鼻子、眼睛、胳膊、腿都还在吗？在呢。别乱说。老汉，你这些小道消息都是打哪听来的呀？你去过魔界吗你？哎，别生气，咱们来是办正事的，不跟他计较啊！哎，我正想问你呢，长房主现在在不在百花宫啊？你还想去见长房主？咦，他还在为你逃出水晶这个事生气呢。他还在生气啊？看来他是不会给我夜幽藤了。夜幽藤？
你还敢去管长房主要夜游藤？我发现你真是去一趟魔界之后回来脑子都坏掉了。长房主怎么可能舍得把夜游藤给你？是啊，长房主怎么可能把夜游藤给我呢？夜游藤，那是花界的圣草啊，几千年来我也只是见过一次。哎，你要夜游藤干什么？对呀，我最近的化学术进步很大，现在变个桌子、椅子、水缸什么的都没问题，我没准还可以溜进去偷出来一株呢。走吧。哎，小桃桃，你可不能干糊涂事啊！就是这儿了，我来找。这么多，怎么找啊？锦觅。长房主，锦觅，你擅离水镜在先，私闯楚银阁在后，你可知罪？长房主，魔界变成公主刘英见过花界长方主，不知变成公主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这次来花界叨扰，是想借花界圣草夜幽藤一用。夜幽藤。火神殿下在降服邪兽穷奇之时，不小心中了瘟针。如果没有夜幽藤当解药，灵力会在3日内尽数失灭。恳请长方主赐予夜幽藤，救火神一命。今日之恩，刘英来日必当回报。火神是天界上神，瘟针只会噬其灵力，不会取之性命，何来救命一说？有天地天后相助，重新修炼个几千年也就恢复了。何况我花界早就发过誓，100万年间不在天界盛放一片花草，不给天界一枚草药。所以变成公主还是请回吧。长房主，凤凰是为了救我才中了瘟针的。住嘴！你的事儿，我待会儿会慢慢跟你说的。但是凤凰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长房主，我离开花界的这段时间，都是凤凰在照顾我，真的。他不光传授我心法，他还救过我3次呢。第一次在南天门外，如果没有他，我就被穷奇吃了。这第2次在赤刃山，他帮我挡了一掌。第3次就是这次，本来那个穷奇的瘟针是冲我而来。够了！你私自逃出水晶结界，还闯了这么多祸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水镜，让老胡好好给我看着，让他在屋里好好反省反省。长房主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但跟凤凰没有关系啊！求您救救凤凰吧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还不把他带走？没个眼力劲儿，还不赶紧下去！长房主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气消了再说。可是锦觅，放心吧，刘英，我一定会找到夜幽藤的，等我啊！你这个老顽固，身为花界首领，一点慈悲之心都没有。既然我们这么求你都没有用，那就别怪我不懂规矩了。今日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夜幽藤，长方主得罪了。公主殿下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我们花界可容不得外人撒野。放开我！你们以夺欺少，有本事单打独斗！这个长房主太可恶了，竟突然设了结界。锦觅，你在哪儿？你一定要拿到夜幽藤。锦觅，你知错了吗？长房主，锦觅知错了。锦觅不应该破坏花界的规矩，不应该擅自逃出水镜。可是这事儿您做的也不对啊，您不应该因为我的错而迁怒别人。您不是一向教我们做人要向善吗？我知道，这花界跟天界啊是有一些矛盾在，可是人言道，
救人一命升到7级浮屠，您说您眼睁睁看着凤凰灵力逝灭，您好意思吗您？看来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里。是我不好，您也别这样说。唉，既然您知道错了，知错能改就行。您赶紧把夜游藤给我，救凤凰才是正事儿啊！看来我以前实在是太放纵你了，将你惯得如此不懂规矩，肆意妄为。从今天起，你好好在这闭门思过1个月。啊，长房主，您别！长房主，把凤凰救了，您再闭门我吧。那时候闭门我2个月都没事儿。哎呀，凤凰怎么办呀？小桃桃，吃饭喽！哎，锦觅，中午的饭菜你一口都没吃啊？啊！嘿呦，我说小桃桃啊，你要绝食啊啊！我本来以为长房主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没有想到他就是铁石心肠。哼，不给我就不给我，大不了我自己种呗。哎，老胡，这里你仙龄最大，你有没有见过夜游藤啊？夜游藤长什么样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你干嘛对这个火神这么关心呢？你啊，莫非你对他别有用心？对啊，我对他就是别有用心啊！怎么了？这个凤凰救了我3次，若是没有他，我这条小命早就玩完了。你们也知道，之前肉肉就是因为救我，死于穷奇之手。我不想让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这样死去了。而且什么？而且这个凤凰答应我了，他许诺给我1000年灵力。如果他的灵力尽数失灭，那我不就没有灵力了吗？哇，1000年！罢了，既然这个小子救过你3回，我也就帮你这一次。谢谢老胡。哎，大致如此了。嘿嘿，它的叶是绿色，花是蓝色，在山坡的北面，1000年才开一次呢。锦觅，进水池的水我帮你盛过来了。老胡，你是不是画错了？我怎么可能画错？这不可能！哦，我当时只见过1次。1次？对啊。书上难道没有记载吗？对啊。这锦觅只是说，一定能拿到夜游藤，可是又没说准备怎么拿出来。哎，你说他到底行不行啊？锦觅乃是花界中人，他这么机灵，自有他的门道。我看，单凭锦觅，是斗不过长房主那个驴脾气的。火神殿下的体温怎么会降得如此之快？他的灵力正在消散，劳驾，帮我护法。
自古冰炭不同系，我无法直接渡灵力给他，是以先用部分灵力催热体内的水系灵力，再将蒸腾出的真气渡入虚空体内。逆势而为，对你自身损害极大，一不留神定会走火入魔，遭到法噬。事急从权，旭凤性命攸关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火神殿下一定能好起来的，一定能。放心吧，凤凰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种出夜幽藤的。天都亮了，这是最后一天了。如果我再种不出来的话，不行，再种不出来的话，凤凰怎么办？这是夜幽藤，我种出来了。老虎，连翘，我种出来了！啊！老虎，你快来看看，这是夜幽藤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太好了，我要赶紧把它带出去，我要去救凤凰。等等，可是长房主在外面设了结界，你根本出不去呀。那我怎么办呀？也罢，送佛送到西。这样，等一会儿你变成自己的真身，我把你偷偷的带出去。老虎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锦觅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下火神殿下有救了。昨晚夜神大殿，他说你一定能拿到夜幽藤，我还不信呢。锦觅仙子，辛苦你了。快把这夜幽藤给火神殿下服下吧。太好了，殿下的灵力开始归元了。真的吗？来，凤凰，凤凰，凤凰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的书童不能蓬头垢面的。你醒了，真的太好了，凤凰，你终于醒了。
你们在干什么？长房主，徐凤拜见长房主，多谢长房主救命之恩。火神说错了，我既没有救你，你也无需谢我。启密，你过来。我错了，长房主，我不应该自己私自逃出水境，跟连翘和老胡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罚，就罚我一个人吧，千万不要罚他们。长房主，莫要责怪锦觅仙子，此事怪不得他，是小人涅槃之时发生了意外，误入花界，一番教育，方结伴而行，把锦觅仙子带出了水境，才有了后面的这些是是非非。长房主若要责罚，就请责罚小神吧。我花界之内务尚容不得外人插手，还请火神自重，收敛些言行。其他仙宫我管不上，只我花界精灵仙子，即使火神殿下魅力浮边，也休想染指半分。小神自省，从无言行不端之处，还请长房主莫要听信谣言。至于锦觅仙子，却乃小神心之所系。长房主若要责罚，就请责罚小神吧。我花界之内务尚容不得外人插手，还请火神自重，收敛些言行。其他仙宫我管不上，只我花界精灵仙子，即使火神殿下魅力浮边，也休想染指半分。小神自省，从无言行不端之处，还请长房主莫要听信谣言。至于锦觅仙子，却乃小神心之所系。你，火神殿下，本仙这就将锦觅带回去，火神还是休要妄想了。就此别过，后会无期。长房主可能对小神和天界有所误会，改日小神一定登门拜访，希望到时能解开误会，让长房主明白我的一片真心。改日是什么时候啊？你到时候会不会连我一起谢啊？锦觅，锦觅仙子自然是要重谢的，我还欠你1000年灵力，放心吧，我没忘。火神还是别麻烦了，改日我也不会让你再见到锦觅的。我还欠你1000年灵力，放心，我没忘。跪下。仙主离魂，天外有知。今日花神众签，我问你答，不得有半句虚言。仙花神在上，锦觅绝不敢说半句假话。我给你的锁灵簪呢？我放起来了。除了火神，还有谁见过你的真容？有月下仙人、了听、飞絮、穗禾、流音。怎么竟有如此多人？悠悠众口，杀之不尽，防无胜法。是不是火神带你离开的水境？正是。那你离开水境的这些时日，都住在天界的七无宫内？正是。那夜幽藤也是你种的？正是。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对火神生了男女之情？正是。啊，造孽呀！这都是孽呀！仙主，牡丹愧对您的重托，今日愿自毁半壁仙缘，谢罪。哎，长房主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刚才说错了。那你据实答我，此话当真？对，大家都是朋友嘛，哪有什么男女之情？你刚才问我这么快，我哪能反应过来啊？那你为什么屡次违背戒规，千辛万苦的救他性命？
还有临行前的邀约，这都是什么意思？凤凰救过我嘛，我要救他，这叫做礼尚往来。再说了，他还答应我呢，许诺我1000年灵力，还没给我呢。真的只是为了灵力修为？不然为了什么？啊！饶命！灵丹尚在，还好。算了，是我高估了你，你必须牢记，天界与我们花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今日花神冢前，你当着仙主的面发誓，从此不再与天界有任何瓜葛。仙花神在上，我锦觅对此立誓，从此以后绝不跟天界的人有半点瓜葛。如有违誓，灵力尽毁。这辈子修仙不成，下辈子被贬下凡间当个凡人，那再下辈子变成一根胡萝卜，被兔子砍。好了好了，今日便如此，你随我回去吧。谢谢长方主。仙花神在上，我只说不再与天界之人有分毫瓜葛。可是凤凰小于仙官，河又像仙人，他们都是神仙，而不是人，所以都不在此誓言之中。仙花神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介意啊。还在为小桃桃的事生气呀？我在生我自己的气，为何没能好好的看着锦觅，竟让他与天界的人产生了这般瓜葛？冤孽，真是冤孽！哎呀，这不怪你，不怪你啊！这都是天意，天意，天意。天意为何这般弄人？仙主因天意连命都丢了，现在这天意为何又来纠缠蜜儿？不是，你别这么想啊，别这么想。小桃桃他已经服了允丹，他不会再动情了，他就更不会被情所伤，是不是？他不会像仙主那样苦情终生的，而且你这么精心的照顾他，他肯定会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的。但愿吧，但愿他能理解我对他的这番苦心。哎，理解理解，你就是吧，如果你能不这么严厉，也就是说能换一个方式，比较温柔的开导他，他可能更能理解你的这番苦心了。你也觉得我太严厉了？不，没有。你想吧，这放眼望去，整个的花界，有谁能如您老人家这般的又严肃又活泼，又这般的可敬可佩可亲可爱呀？长房主说了，天界都是坏人，难道长房主会骗我们呀？我觉得吧，他一定是以灵力为诱饵，让你为他干活，为他卖命。不会的，我们2个约定好了，今天啊，他就会亲自来找我，把1000年灵力送给我。我觉得呀，他一定是不会来的。不会的，凤凰这个人说话算数，他说来就一定会来，敢不敢打赌啊？赌就赌，10年灵力，你敢不敢？啊！旭凤见过这位方主。原来这个凤凰真的会来啊！我就说他一定会来。算了，如今我有1000年灵力了，那10年的就留给你了。切，又没有证人。
火神殿下屡次擅闯我花界禁地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？小神答应过锦觅会来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何况锦觅是小神的意中人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会来。还请诸位方主通融，让我见锦觅一面。荒唐，简直就是作孽！什么叫意中人啊？意中人就是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。意中人就是喜欢当朋友的意思呗，就是他喜欢跟我当朋友。哦，那玉兰方主为什么那么生气啊？只是做朋友而已。天地之大，女子又岂止千万？你们天界为什么总是不肯放过我们花界？况且是锦觅，火神就别痴心妄想了。况且锦觅，小神只知道锦觅是修了几千年的果子精，听方主如此说来，倒是想讨教讨教，锦觅怎么个况且法呀？天下事，并非样样缘由都是火神可追究的。本仙今日诚心奉劝二殿下一句，莫要为锦觅的皮相所惑，到头来黄粱梦破，心碎神伤，伤的终是殿下。小神岂是以貌取人的肤浅之辈啊！虚凤心仪锦觅，自然欢喜她泉水一样的性子，诚然与她的样貌毫无半分关联。你们天界上神还真是个个薄情寡义。你可知，这几万年前，有个神仙在此地也说了同样的话，可结果又如何？什么一往情深，梦醒之后，不过是一场弥天大谎罢了。小神不知两界为何就是结下万千年的夙缘，只是往事如烟，若世世代代影响下去，未免不智。还请几位方主将因由告知小神一二，许是误会，也未可知。火神有这闲工夫在我们花界浪费时间，不如去问问你那高高在上的天帝陛下。我等严峻于此，只一句：天下女子皆可，只有锦觅万万不可。伏地帮，伏地帮，伏地帮帮我，帮帮我们！伏地帮帮我，伏地帮我！伏地鲜花神，有些事还是不要说破的好。火神殿下，请回吧。他们是在打哑谜还是对暗号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我也一句都没听懂。哎，凤凰！干嘛去啊？他说好要给我1000年灵力的，他走了谁给我呀？哎呀，长房主知道了，你又要挨骂了。不会的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锦觅，锦觅！凤凰，凤凰，凤凰，凤凰！所以我看不见你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你不理我呢。你对我说过，凤凰花
只开2季，一季远来，一季远散。既是今日，我便知道何为咫尺天涯。你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，可我却看不见你。即便是看见了，也只能视而不见，终是不如不见。这是何意啊？是不是被长房主给吓傻了？缘来缘去，终会散。花开花败，总归尘。可能一切都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，谁都没办法逆势而为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锦觅，保重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把话说清楚了行不行？凤凰，凤凰，火神殿下，不知火神殿下为何徘徊在我花界，迟迟不走？长房主，火神殿下，请吧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。再回首，前尘心旧余味。任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待花开之时，再醉一回。任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再回首，前尘心旧余味。一念来回不舍。锦觅，锦觅。谁啊？我叫锦觅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双花。双花？锦觅，你能帮我出去吗？你想出来吗？我喜欢上一个人，我想去告诉他。
原来是狐狸仙话本里的痴情女子啊，这梦倒是有趣，我便帮她一把。好，你等着。锦觅，锦觅。长房主，来，锦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个地方，心绞着疼，可能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吧。你呀你，真是就知道胡闹。这次呀，便继续罚你闭门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半步不得踏出这个院子。锦觅知错了，以后一定会遵循长房主教诲的。知错就好，你不懂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嗯。哼。哎，好奇怪，我的心怎么会这么疼呢？而且我刚才做的梦是什么意思啊？干嘛？竟是女神，难道你不懂男女有别吗？什么男女有别？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肉肉，这个凤凰，它虽然脾气古怪，喜怒无常，而且狂妄自大，但是其实他的心还是很好的，对我也是很好的。可是他又被赶走了，又剩我孤零零一个人了。儿臣拜见父帝。吾儿辛苦了，润玉续凤，生收你们了，快起来吧。谢父帝。父帝，穷奇作恶多端，未免日后继续危害六界。儿臣恳请父帝亲自为穷奇执灰飞烟灭之刑。儿臣复议。这穷奇罪大恶极，本当立时击毙其元神。只因这孽畜乃是上古天地之间阴阳元气化生而出，他的生死命数早已不在五行之中。此次你二人功德圆满，此事不必再费心了，本座自有处置。谨遵法旨。旭凤，听岐黄仙官前来密报，说你中了温针之毒。儿臣一时不察，让穷奇有了可趁之机，多承大殿下和变成公主，不远万里带儿臣到花界求取夜幽藤，现已无碍了。父帝切莫挂念。这夜幽藤乃是花界的圣物，他们肯拱手让出，这足见几位方主深明大义。禀父帝，求取夜幽藤颇费了一番周折，此事全仰赖花界一位名叫锦觅的仙子施以援手，救了旭凤一命。锦觅仙子多次救儿臣于危难之中，实乃儿臣命中的贵人。此次封印穷奇，也有赖锦觅之功。那这位仙子现在何处？要好生的嘉奖一番。她因触犯了花界的戒规，此刻正被长房主游避于水境之中。此乃是花界的内幕，为父不便插手。也罢，待过些时日，长房主消气以后，再把这位锦觅仙子请到我们天界，到时再好好的论功行赏。儿臣待锦觅叩谢天恩。旭凤此次封印穷奇，绝功甚伟。父帝容禀。此次封印穷奇，系夜神、锦觅、变成公主合力乃成。儿臣中毒期间，大殿下一路奔劳，还自损修为，
强渡灵力于我，虚凤受之不安。天佑火神，儿臣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好，你们不要再推辞了。看到你们兄弟同心，我甚是欣慰。赐你们万年火人参，千年天山雪莲，好生将养。3日后，在九霄云殿论功行赏。谢父帝。免了。我竟也有封赏，本就是分内事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是啊，穗禾公主安好。大殿万安。不知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魔界变成公主刘英，这是鸟族首领穗禾公主。原来是变成公主，久仰大名。穗禾公主，幸会。变成公主果然非比寻常，刚刚远远走来，我还奇怪，这是天界哪位仙子？原是我看走眼了。刘英当惯了魔，无意高攀天界上神。刘英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？殿下，自从你去了魔界，穗禾便十分惦念，日日来七蜈蚣打听你的消息。知道你今日归来，穗禾一早便过来了。没想到你们先去了醒经阁，这个时辰才回来。捉拿穷奇事关重大，定要先去向父帝复命。那是自然，恭喜殿下又立一奇功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差？可是遇到了什么事？我没事。老夫刚才路过这儿，听闻这边如此热闹，正纳闷是怎么了，原来是我凤娃回来了。见过叔父。乖，拜见月下仙人。见过月下仙人。叔父，你不乖，成天独来独往，昼伏夜出，也不来看看老夫。叔父见谅，润玉职责所在，不敢怠慢，往后定当常去姻缘府探视叔父。这就乖了吗？你就算了。小锦觅，你去了一趟魔界，怎么就变了一个模样了？叔父，这不是锦觅，这是变成王的公主。哪个变成王？哦，就是那条长茄子。这魔界诸王里啊，就属他耳根子最软，最心慈面善了，倒也还像个样。当年他那根红线还是我给他牵的呢。哎，叔父，刘英，叔父素日里爱开玩笑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无妨，既是凤兄的叔父，刘英自然视同自家叔父。凤兄，神魔都成一家了，倒是闻所未闻的天下奇闻。没错，就是那个长茄子，我便是他的女儿。多谢月下仙人给我父王牵了一段这么好的姻缘，这才有了我。没想到，这长茄子藤上倒结出一只快人快语的小辣椒，老夫很是喜欢。好，好得很呐！凤娃每次回来都带回一个女娃娃，一个个的都还这么标致又机灵。叔父我呀，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姻缘了。小锦觅呢？她没随你们一道回来吗？她回花界了。你就这么放她走了？她走了，那谁陪老夫聊天看戏逗闷子？不行，凤娃，你赶紧把她给我接回来，老夫还要给你们牵红线呢。叔父平日里劳苦功高，不如先歇一阵，方不负张弛之道。我一个给人拉纤保媒的，要什么张弛之道啊？润玉已有婚约在身，就不劳叔父费心了。你这糊涂孩子，老夫自然知道你有婚约，都怪天帝当年乱点鸳鸯谱，那水神长女如今在哪儿投生都还不知道。改日啊，老夫约元吉仙子下棋，帮你打听打听。那姑奶奶要是实在出不来，老夫再给你牵几根红线，免得你一个人在那玄机宫长夜漫漫，孤枕清寒。
月下仙人古道热肠，家父家母感激至今，不如给刘英也牵一段红线，觅个如意郎君如何啊？还是你个小辣椒上当，我看凤娃就很好。怎么绕来绕去又绕到我这儿了？小辣椒，这个给你，爱绑谁绑谁，把它缠到你情郎的脚脖子上，这一世啊，保证被你拴得牢牢的，就算插了翅，也难逃你的绕指柔。长者赐，不敢辞，谢过月下仙人。可是这个绑谁好呢？且容我好生想想。凤娃，你受伤了？并无此事。你中蛊毒？殿下伤势如何？温针之毒倒是全解了，无甚大碍，只是这元气大伤，还需静养。不过以凤娃你的修为，何以会被那穷奇所伤？殿下素有战神之称，身经百战，怎么会被穷奇所伤？穷奇自然不是旭凤的对手，但毕竟是上古神兽，狡诈异常，防不胜防也是有的。事情出在魔界的地界，我没能保护好凤兄，刘英惭愧。殿下天皇贵重，若真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天帝陛下知道了，怕是有伤天魔两界的和气。此事已经禀告父帝了，陛下并未怪罪。降服穷奇之事，刘英也是有功的。陛下宽厚，殿下仁恕，不怪罪于魔界，我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只是凡事尚需有个分寸。不要再说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今后休要再提。此事千万要对母神保密，她向来就喜欢小题大做，免得她担心。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拜见。免了。不是。怎么起来了？快坐下。究竟是怎么了？区区小事，怎么又传到你耳朵里了？偌大个天界，有我不知道的事吗？刚才在醒经阁的时候，天帝又是赐火人参，又是天山雪莲的，我就知道有事。是儿臣大意，与穷奇打斗时中了温针之毒，现已无碍，母神不必担忧了。你为何不早报我呢？时局微妙，如果儿臣中毒的事传扬出去，怕是会有居心叵测的人借此大做文章。还好一路上有兄长和刘英护使，及时替我解了毒。幸好旭凤今天平安无事回来，若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你们都逃不了干系。可本座有一事不明，润玉跟旭凤你同去捉拿穷奇，为何只有我儿中毒受伤？不会是有人在浑水摸鱼，坐享渔翁之利吧？母神，是我自己一时大意，与旁人无关，中了穷奇的圈套，母神不必担心，过几日便可痊愈。上次你涅槃之日，那个伤害你的黑衣人，可查出了眉目？母神放心，儿臣正在查证，务求公正，定不枉足一人。不急，必须得查个明明白白。待水落石出之后，这笔账当然是要算得清清楚楚的。这天也黑了，大殿是不是该去值夜了？那儿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哎呦，老夫那儿还有2段姻缘没有签，我也走了。小辣椒，要不要随老夫一起去姻缘府玩玩？求之不得。天后娘娘告退。走走。穗禾也先行告退了。你呀，怎么了？你怪母神处处针对润玉是吗？不是，
我和润玉从小一起长大，手足情深，母后对他也有养育之恩，何必难为他呀？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他生母身份低下，品格下贱。润玉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母神绝对不可能让他成为你的绊脚石。母神，父帝膝下除了我跟兄长，可还有其他子息啊？怎么，你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？儿臣在醒经阁看见一幅画，画上画的可是仙花神。那段龌龊的旧事，不提也罢。母神，仙花神已仙逝4000多年，母神还放不下吗？你有所不知，当年那个妖女子芬，仗着有几分姿色，迷惑你的父帝。这么说来，父帝和仙花神真的有一段情。若真的是露水情缘也罢，可是当年你父帝竟然为了他，想要废除我天后之位。幸好母神及时出手自救，要不然我们母子俩今时今日都不知身在何处。苍天有眼，那个妖女已经殒命。为什么你突然间问起这事儿来了？锦觅，看来你我此生当真缘尽于此。旭凤，旭凤，你是你父帝的嫡脉，母神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你的，为你扫除一切障碍。母神，请听我一言，如果母神真的为儿臣好，就再也别在儿臣面前发此诛心之论，也千万要放下对父帝的怨念，莫生疑心。儿臣无意取代父帝，只愿父帝母神千秋永寿，儿臣愿永远承欢双亲膝下。你这是在胡言乱语吗？行了，这几天你在寝宫里安心休养，别出去乱跑了，知道吗？儿臣明白。父帝，润玉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正好去醒经阁取些书籍，路过此处。父帝今日倒是颇有闲情雅致，竟在此处赏起花来。只不过是幻化而成的假花假草，何来赏花的兴致？为父是为穷奇之事烦心，所以才出来到处走走。哦，对了，你也曾去魔界参与处理穷奇之事，你说说你的想法。儿臣不敢妄言。嘿，这里又不是九霄云殿，不必拘束。儿臣以为，以穷奇自身之力，是不可能冲破御魂鼎的。魔界当中，定是有人想借此制造混乱，打破六界原有的平和与秩序。不过好在，如今穷奇重新被封印，那幕后黑手的阴谋也暂未得逞。那你认为，这个幕后黑手的目的会是什么呢？每次穷奇现身，六界皆要遭殃。此人此举，不管目的究竟为何，实则是与六界为敌呀。倘若六界一统，你认为如何？若要统一六界，免不了恶战不断。孩儿以为，如今尚未有任何一界拥有此实力，哪怕是天界，也没有实权的把握。日月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去醒经阁吗？赶紧去吧。那孩儿就不再打扰父帝了。孩儿告退。
没有胜算。倘若统一六界会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话，也就失去了挑战的意义。欲成大事，恐怕还要再多等些时日。穷奇，本座饶你一命，你可不要再让本座失望了。人都说知子莫若母，偏生我儿跟我不是一条心，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姨母的一番苦心，殿下日后定会明白的。只是如今殿下周围尽是居心叵测之人，那变成公主刘英跟殿下相识才几日，便一口一个凤兄的，也不管殿下在天界是否会受人非议。哼，鬼域伎俩不足挂齿。旭凤此次在魔界受伤之事，你如何看待？穗禾以为此事定有蹊跷。唉，人都说知子莫若母，偏生我儿跟我不是一条心，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姨母的一番苦心，殿下日后定会明白的。只是如今殿下周围尽是居心叵测之人，那变成公主刘英跟殿下相识才几日，便一口一个凤兄的，也不管殿下在天界是否会受人非议。鬼域伎俩不足挂齿。旭凤此次在魔界受伤之事，你如何看待？穗禾以为此事定有蹊跷，以殿下的修为，绝不会这么轻易被重伤。想那刘英也绝非等闲之辈，怎么会让天界前去帮忙的人受伤？依穗禾看来，这件事绝对另有隐情。你去魔界查一下，尤其留意穷奇和魔界三王，看看瑞玉有没有跟他们暗通款曲，速来报我。穗禾明白。公主，人我带来了。参见穗禾公主。你就是上次征兵迟到，被玄机宫招去凑数的那个小天兵？正是。不知公主有何指教？我问你，平日夜神待你如何？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？大殿下昼伏夜出，向来独来独往。虽然很少见他，但是他对我们小仙还是挺好的，经常跟我们打招呼的。这算哪门子好法？想不想去火神帐下效力？只要你帮我做件事，我就把你调去火神帐下。5方天将府，地方随你挑。至于官职嘛，只要不是正直偏将，任你选。不知公主让我做什么？你去帮我盯紧夜神，他日常的一举一动，见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事无巨细，你都要禀告于我。怎么，此事很难办吗？跟着火神殿下，那可是前途无量。这等好事，别的神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。小仙何德何能，有这样的好事落在我的头上？素闻火神殿下军纪严明，他那麾下的将士们都是他自己选拔出来的。那穗禾公主怎么会有去随便挑选5方将领的职权呢？这你就不必担心了，本公主一向言而有信。其实征兵当日不是因为我迟到才被选进玄机宫的，是小仙自愿去的。还有这么不思进取的？那你的意思就是不干了？唉，人各有志嘛，还请公主见谅。今日你若不从我，就是得罪了我，也就是得罪了天后娘娘。公主的意思是，监视夜神殿下是天后娘娘的职业？不然你以为？我今日方知，为何咱们玄机宫这么冷冷清清，人丁稀少了。原来天后竟然对殿下做出这种事情来。这几千年来，没有一个经受住了考验，
全都被我撵走了。你真的不怕天后吗？怕，但是人各有志嘛，强求不来的。再说我又不会说谎，一不小心肯定会露馅儿的。不过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殿下，殿下一定要信任我。匡洛，谢谢你。希望殿下日后能像信任野兽一样的信任我。天后对殿下还是猜疑很重，防不胜防。殿下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啊！我早就习惯了，无妨。只要天后她寻不着我的错，她也奈何我不得。要是有流星就好了。如果有流星的话，凤凰没准就会来了。流星，凤凰！看来锦觅仙子果然是闷坏了。小鱼仙官，你怎么来啦？小神未下拜帖，唐突前来，还请锦觅仙子莫要怪罪。哪里的话呀！这几日我也闲散得很，正好小鱼仙官来陪我解解闷，锦觅求之不得呢。想来锦觅仙子一定是担心旭凤。旭凤现在已无大碍，正在七蜈宫休养，这次还真的要多谢锦觅仙子相助。没事了就好，我还一直在担心他呢。我方才在想，如果有流星划过的话，没准凤凰就能来了，所以我刚刚以为那颗流星是凤凰呢。哇，如何？锦觅仙子可还喜欢？喜欢，好漂亮。小仙官，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出这水镜？我想看看外面的景致是什么样的。这也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。出来了，小仙官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这个结界竟扎不进去，水也泼不进来的。像我们做果子的，要修行整整万年才能够出来。老胡都要对着这个念半天的破水咒才行呢。没想到你一眨眼的功夫就带我出来了，果然是仙途不可限量啊！一般一般，锦觅仙子过誉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嗯，这边。大王，说好了穷奇之乱后，天帝便会向魔尊发难，可到现在，竟无丝毫动静。这天帝果然和从前一样，还是那么的靠不住。多年前天魔大战，他一时不守承诺，过河拆桥。若不是大王，他岂能顺利登上帝位？早知道，就不该费那么大周折，帮他放出穷奇。如今穷奇被天界收回，魔界的确是损失了一个重要的筹码。如此一来，大王想借此机会除掉魔尊的计谋，岂不是落空了？魔尊之位，可不能急于一时。那个位置，本王自有办法坐上去。天帝野心勃勃，区天魔两界，岂能满足得了他？所以现在不能计较得失。既然天帝收了穷奇去，便由他先去冲锋陷阵，待时机成熟，
本王自会一统六界。大王英明。据派往魔界的探子报，殿下的确是被穷奇所伤，魔界三王与夜神并无往来。我倒是高估了那个孽子了。不过殿下此去魔界，同行的除了夜神，还有那个葡萄精锦觅。你是说，旭凤受伤与他有关？那个锦觅可是之前曾在七无宫给旭凤当书童的精灵，你还替他说过几句好话呢。穗禾一时不察，当日长方主因为失踪的花精断了鸟族吃食，后来方知那精灵竟是锦觅。原来是他。继续说。此事蹊跷之处在于，穷奇之前已被殿下封印进了御魂鼎，还加了一道九曜真火焰，但不知为何竟然还能从鼎中逃脱。穷奇发温针暗算殿下时，锦觅也在屋内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当时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想必此事与锦觅脱不了干系。更奇的是，殿下身中温针时，只有叶幽藤可以救他一命，但是这叶幽藤乃是花界的圣母，凭着天界和花界数千年来的恩恩怨怨，花界是断然不会救旭凤的。可是如今竟然肯借出叶幽藤相救，看来此事并不简单。花界到底有何居心？你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此事查明之前，务必保密。是。你去花界查一下，一个叫锦觅的葡萄精。是。
花界一切如常，只有一处较为特殊。奇缘发现，在水镜结界之内有一处院落，被加了一道灵力极强的牡丹符印，唯恐惊动了花界方主，所以奇缘未敢擅入。那我就只好亲自去花界一探了。长房主，前几日旭凤为收服穷奇身中剧毒，幸得花姐慷慨，借出夜幽藤给旭凤疗伤。这次特来感谢，送来一份谢仪，望长房主笑纳。天后娘娘不必多礼，天意使然。看来火神殿下命不该绝。至于天后这声感谢，分量太重，担当不起。花界上下无福消受。啊，听说花界有一位叫做锦觅的葡萄精灵，而且穷奇伤旭凤那天他也在场，不知能否见他一面呢？恐怕要叫天后娘娘失望了。锦觅犯下了大错，现在正在闭门思过中，不见任何人。火神殿下遇袭，天后自去询问殿下本人，想必更为妥当。那这位锦觅仙子到底犯了什么大错，要受如此重罚呢？花界内务，天界向来无权插手，尤其是天后娘娘您这样的身份，您说呢？花界事务繁杂，尚需处理，就不多留您了。那我也不多打扰，改日再来拜访。天后娘娘，我们现在回天界吗？哼，那个长方主总是再三阻挠，强下逐客令，反倒有些欲盖弥彰了。他这个样子，我倒想会会那个锦觅，看看他是何方妖孽。堂堂天后竟纡尊降贵，处心积虑擅闯我水镜精灵的房间，传出去，看你们天界颜面何存？那位锦觅仙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值得你设下双重结界，把她困在其中？与你无关。锦觅，殿下，殿下，是你啊！殿下伤势如何了？怎么不在宫中休息？已经无法出来透透气。可是有何心事？方才竟想得如此出神。殿下若是有烦恼，今可倾诉于我，我愿意帮你分担。一切皆天命。所谓心事，
更像是一场笑话。殿下，殿下可是为锦觅神伤。恐怕我连为他神伤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怜的葡萄啊！锦觅仙子，小鱼仙瓜，你来啦！锦觅仙子，可有打扰到你清修呀？没有没有，怎么会呢？看锦觅仙子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是这玄机宫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？不是，这里真的什么都太好了，大家对我也都是无微不至的。那，你是有什么心事？其实也不算吧，就是我上次跟凤凰分开以后，就再没有去看过他，我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了，我想去探望一下。原来是因此事闷闷不乐。锦觅仙子不用担心，我刚刚去七蜈宫探视过他。怎么样？他的伤势如何了？这个凤凰有没有提到我呀？旭凤在服完夜游藤之后，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现在在七蜈宫门前全是排队过去探视的人，非常热闹。若锦觅仙子现在过去，定会引人注目。到时候你藏身在天界一事就瞒不住了。小鱼仙官说的对，这个时候我还是别去看他了，等过段时间我再去看他吧。哎，小仙官，你上次给我看的流星实在是太好看了，我真想再看一次。雕虫墨技，不足挂齿。若锦觅仙子喜欢，我带你去看一个更特别的。更特别的？去哪儿看啊？从这玄机宫出去，一路向南，彩虹那头有一条天河。天河？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。哇，这就是天河，好美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地方。小鱼仙瓜，你这个植物呢，论品阶来说还是不错的，可是论这义趣来说呀，我看呀，不如卯日星君。院门高见。你看啊，这个卯日星君呢，白日里当值，鸡犬相闻，多少热闹一点。可是你呢，只有那个小哑巴野兽陪伴你，而且到了晚上，大家都去睡了，冷冷清清的。唉，你这个神仙当的实在是太孤寂了。只有热闹过的人，才知道什么叫孤寂。我本来就是个万年孤独的命理，整日一个人用膳，一个人修炼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就寝，从没有热闹过，又怎知什么叫孤寂？把你的手伸出来。那送给你的，这可是昙花的种子。昙花呢，只在夜里开花，这白天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敛着花瓣休眠。我看它的习性跟小鱼仙瓜倒是有几分相仿，所以把它送给你，你们两个以后可以作伴啦。这些年来，天界到处都是云彩幻化的花朵，虽永不凋零，但终究只是障眼之法，自欺欺人。今日托锦觅仙子的福，倒是能让玄机宫开出一株真花来。不过还是需要小鱼仙瓜细心呵护浇灌它才是啊。小神自当尽心尽力。但愿这昙花盛开之日，能与锦觅仙子共赏芳华。好说好说，都好说。小鱼仙瓜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锦觅仙子但说无妨。
你今天能不能别把我送回水晶里啊？我不想被长房主他们发现。如果我去你的玄机宫叨扰几日，会不会不妥呀？我既然已将锦觅仙子从那水晶当中请出，自然不会再将锦觅仙子送回去。锦觅仙子不嫌弃我的玄机宫便好，又何来打扰？你说？不嫌弃，不嫌弃，只是连凤凰都怕长房主，小鱼仙官不怕吗？润玉自幼便有许多人不喜欢，也不怕再多一个。殿下。殿下，听说花界长方主要来仙界讨锦觅仙子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千万不能被他抓到！如果被他抓到的话就惨了。小鱼仙官，我现在必须得赶紧躲到你的宫里了。锦觅仙子有难，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玄机宫，小臣甚是欣慰。但润玉认为，若仙子想得个长久些的自由身，这天界并非首选。还是小鱼仙官想的周全，只是锦觅6界不通，还需要小鱼仙官给我指个明道啊！凡间世俗百态，杂味交混，想要在众生纷纭当中寻得锦觅仙子的气息，想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小鱼仙官果然是天界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，我12分的看好你哦。嘿。这身装扮倒是挺适合锦觅仙子的。真的吗？请用茶。此处虽然简陋，但也落得清静。锦觅仙子若不嫌弃，就先在此处安顿下吧。多谢小鱼仙官，这个宅子我喜欢，我非常喜欢。现在住所有了，衣着也有了，你还差一个凡界化名。化名？那就叫蜜儿吧。不好，蜜儿这名字一听就是女子的名字。现在，你可是翩翩公子了，不如就叫灵光公子如何？灵光？灵光，这名我喜欢，就叫这名吧。这土地仙来得真快，我们前脚到，他后脚就跟着来了。就像得了心的猫，一定是一路嗅着仙气赶来。此次借土地仙宝地一用，没有提前知会，还请见谅。夜神殿下光临敝地，真是叫着方圆千里，蓬荜生辉，大放异彩呀！小仙有生之年得以一窥殿下倜傥的风姿，真是三生有幸，福祉无边呐！这位是本神最近结交的好友灵光公子。最近因遇到些烦心事，借贵宝地住上几日，还请土地仙多多照拂。小仙见过灵光公子，夜神殿下请放心，此山自我开，此路是我造，这里归我管。若是有人想要伤害灵光公子，分毫必须先从小仙的尸身上踏过。这土地飞升成仙之前，是个拦路的山匪。如此就有劳土地仙了。这是小仙的荣幸，小仙告退。
这个。来一个。两位客官，这个只有一块了。哎，护世君，锦觅。护世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这天界待久了容易变傻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啊，我来瞧瞧这凡界众生相啊。我现在呢，不叫锦觅了，那叫什么？我来人间以后，有了个人间的名字，叫我灵光就好了。灵光？为什么呀？我之前因为犯了一点点小错误，被我们长房主关起来闭门思过了。不过后来我逃出来了。我思来想去，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，长房主肯定找不着我。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你找到住的地方没有？要不要帮你找个地方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找到了，小鱼仙官都帮我安排好了。小鱼仙官？这天界何时又多出这么个仙阶啊？就是夜神殿下，他人可好了，就是他帮我逃出来的，还帮我安排了住的地方。不过他现在已经回天界了。对了，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干，不如我带你去我的宅子看看。那里虽然没有花间绚丽，没有天界华贵，不过别有一番风味。太好了，走吧。走。